平板支撐是一種簡單且多樣化的運動，不需要任何額外的器材，你只需要地板、自己和每天幾分鐘的時間。這項練習的效果非常顯著，效果令人驚嘆。如果你每天做平板支撐，會發生什麼？這期視頻裡我來回答這個問題，所以一定要看到視頻最後哦，這將會很有趣。平板支撐主要鍛鍊你的核心肌群，有助於增強整體肌肉力量。核心肌群是一組為身體內部器官提供支持的肌肉，這些是腹肌、腹斜肌和竖脊肌。為什麼人們經常會得腹部疝氣？因為他們的核心肌肉太弱了。如果一個人核心肌群發達，得疝氣的可能性就非常小，這要歸功於強大的力量。所以你需要訓練腹外斜肌，不僅為了外觀，更是為了內部器官的健康。平板支撐有助於鍛鍊你的背部肌肉。平板支撐有顯著的優勢，它有助於鍛鍊背部肌群，且不會受傷。硬拉這樣的訓練動作當然很棒，但硬拉的缺點是需要非常精準的技術和良好的姿勢。然後很多練習者都受傷了，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康復。當然，這個訓練非常有效，但也容易造成傷害。相比之下，平板支撐不會造成傷害。此外，如果你定期进行平板支撐練習，不僅能強化下背部肌肉，還能加強上背部肌肉。增強的背部肌肉不僅從外表上看起来非常好，而且還能有效預防和減輕背痛。實際上，大多數背痛都是因為背部肌肉不夠強壯，所以平板支撐也能幫到你。平板支撐可以幫助改善你的姿勢。众所周知，姿勢會立即向周圍的人傳達有意識和無意識的信息。一個有良好體態的人會被看作是自信且有吸引力的人。事實上，大多數人評判一個人主要看他的肩膀是否挺直。所以，如果你想看起來身材結實又好看，體態非常重要。平板支撐会幫助你，因為它可以加強核心和上背部的肌肉。它還鍛鍊頸部和肩部的肌肉，這些肌肉對保持良好姿勢極為重要。因此，如果你定期做平板支撐，它會幫助你改善姿勢。你在鏡子中就能看到1個月內的明顯變化。做平板支撐能幫你加快新陳代謝，平板支撐必須經常做，才能看到明顯效果。通過定期進行鍛鍊，你將加快新陳代謝，從而促進減肥。你會同時燃燒更多卡路里並鍛鍊腹肌。因此，1個月後，得益於這2個因素的共同作用，你將在鏡子中看到6塊腹肌。接下來的重點是協調與平衡。你能單腳站多久？你的平衡感有多好？平板支撐對你幫助很大，因為它非常有助於鍛鍊你的核心穩定肌群。這些是極其微小的肌肉，雖然在鏡子中看不見，但它們發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它們有助於保持身體的良好平衡，這對許多運動和體力活動非常有益。你應該堅持平板支撐多久？這得看你的訓練水平了。如果你是初學者且以前從未運動過的話，建議至少堅持15到30秒左右。非常重要的是，絕不能為了延長時間而犧牲正確的動作技巧。研究表明，平板支撐堅持越久，並不一定對健康最好。相反，建議進行多組練習。比如，你用正確的技術保持平板支撐幾分鐘，但不要做到完全力竭。然後休息1到2分鐘，之後進行第2組，以此類推。平板支撐的優點和缺點是什麼？優點很明顯，有些我已經提到過了。它的優點包括簡單易行，增強多種肌肉群，保持挺直的姿勢，還有幾乎可以在任何地方輕鬆進行這項鍛鍊。但這個練習也有一些缺點。第一個是，如果你沒有保持正確的姿勢，可能會對脊椎椎間盤、下背部和肩關節造成過大的壓力。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總說，動作的正確性永遠比時間長短更重要。另一個缺點是，長時間保持平板支撐姿勢可能會導致血壓升高，因此建議進行多組訓練，每組之間休息1至2分鐘，避免將自己累到極限。正確的平板支撐技巧是什麼？事實上，關於這種動作的做法已經被發明出超過100種，但我會講經典款，因為它最受歡迎且非常適合初学者。你擺出俯臥撐姿勢，肘部彎曲90度，把身體重量轉移到前臂。一定要記住，你的整個身體應該保持一條直線，這樣自然的，我們的腹部收緊，所有肌肉都繃緊了。平板支撐的技巧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細節。
你的頭部和頸部應該保持比較放鬆的狀態，你的手臂應保持伸直，位於你面前，或者可以交叉雙臂。肘部必須正好位於肩關節正下方，這一點非常重要，否則你會給肘部和肩膀增加不必要的負擔。也就是說，你的肩膀應當與地面保持垂直，你應該保持下背部挺直，絕不可彎曲或過度彎曲。你的呼吸應該緩慢而平穩。詳細講述平板支撐的禁忌非常重要。孕婦以及背部受傷者不宜做平板支撐，同樣不建議有疝氣或肘部、肩部、手腕和腳踝關節問題的人進行此項鍛鍊。有高血壓傾向的人也不建議進行此練習。順便問一下朋友們，你們多久做一次平板支撐？或者你可能從未聽說過它，分享一下，大家看了會覺得很有趣。我也建議你去看看我頻道裡的其他視頻，鏈接就在屏幕上哦。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，請分享、點讚並訂閱我的頻道。下次見。